此时的杜克旷野烈火冲天，当董明超从孙同之那里收到命令，让他进去找宋千世下落的时候，他整个人懵了3秒钟，看着熊熊烈火，他喃喃道：这他妈怎么进去？正说着，精炼厂巨大的钢结构厂房因为金属高温疲劳，产生了严重的形变，紧接着便轰然一声倒塌，巨大的声浪扑面而来。那厂房内的大火短暂被倒塌的房顶压住之后，便又迅速腾空而起，火苗烧得比原本厂房还要高。董明超犹豫再三，只能拍了段视频回复孙同之：同志大人，不是属下不愿意进去，关键是火势太大，属下也完全靠近不了啊。情况经过孙同之转了一手，又汇报到了大都督吴书同那里。吴书同眼见这火势，也知道想进去找人那是痴人说梦，火葬场的焚尸炉估计也没杜克矿业的温度高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把情况上报给英主。至于宋如玉，只能让他自求多福了。可是，一想到自己治下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吴书同心里也很是胆怯。这要真降罪下来，还不知要怎么处罚自己。但是他心里知道，自己就算再怕，也要如实汇报，否则就会再背上一个贻误军情的罪过。于是他只能拿起手机，打给了英主身边的总管吴天林。100多岁的吴天林跟在吴飞燕身边已经近100年了，他对破清会、对吴飞燕都非常了解。他知道今晚开始，右军都督府要率先开始换血，而且现如今3大长老也在右军都督府的地盘上。大都督吴书同这时候给自己打电话，肯定绝无好事。预感不妙的吴天林在电话接通的第一时间便直接发文：书同，出什么事了？祖爷爷。吴书同声音带着哽咽地叫了一声，说道：完了，祖爷爷，孙儿麾下的死士驻地出状况了，和塞浦路斯那次几乎一样。吴天林是吴家嫡传一脉的长子，吴飞燕将他带在身边，领他悟道，保他长寿，将他当作心腹培养。但吴天林也因此失去了繁衍后代的权利。他虽然不是太监，但吴飞燕也不许他娶妻生子，这便是他要为吴飞燕给予他的培养所付出的代价。吴天林有吴飞燕这个榜样在，对娶妻生子这种俗事也没什么兴趣，还不如跟在吴飞燕身边求个长生。万一吴飞燕寿终正寝而自己还活着，那自己就能继承破清会，成为下一任英主。而吴书同这些吴家后人，其实都是吴天林当年那几位弟弟留下的血脉，叫他一声祖爷爷也是理所当然。听闻驻地出了状况，吴天林立刻追问：那人又有动作了？他没去尼日利亚吗？没有啊，吴书同委屈无比地说道。那神秘人好似看穿了我们的心思，这么久根本没到尼日利亚来。3大长老虽然在闭关，但几乎每隔1个时辰就会轮番以灵气查探周围，从未发现有修士来过。而方才孙儿才收到消息，摩洛哥的死士驻地已经被毁，连宋如玉也下落不明。吴天林惊呼道：你说什么？宋如玉也在那里？他不是在都督府吗？怎么会在那里？吴书同解释道：孙儿是想让他出去跑跑，见见世面，也积攒些经验，本以为就是去走个过场，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。吴天林急得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又气又恨地说道：你糊涂！宋如玉的天资亿万人中难出其一，英主早就想把他接来身边培养，只是这段时间以来，英主的精力一直没顾上，所以才让你暂时将他安顿在都督府。你怎么能把他派出去？吴书同一下子不知如何解释，安排宋如玉去杜克矿业，完全就是想跟宋如玉套套近乎，把她当成了自家大侄女一般宠着，觉得她整日在都督府肯定无聊，空有一个谦氏的身份，但无处寻找那种万人俯首的存在感，所以才自作主张安排她到摩洛哥溜达一圈，说是执行任务，其实就是让她放个假，顺便也找找优越感。本以为以他的实力，到摩洛哥执行这么个任务，简直就是信手拈来，谁想到竟然能出这样的事儿。
这种感觉就像一个老板想讨好自家销冠，安排他公费出去旅个游，没想到他坐飞机遇上了空难。这种感觉让他悔不当初，可现在后悔也没用了，事情已经发生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请示英主，要是英主降罪，自己就赶紧受着，以免拖久了还有罚息。要是英主有什么其他吩咐，自己就赶紧照办，说不定还能有机会将功补过。吴天林也有些慌了神，他低声说道：书童，英主他老人家对尼日利亚的布局信心满满，最近这些天一直在等着三大长老旗开得胜的喜讯。他要是知道一切计划早被敌人洞穿，还被敌人顺手又偷了一个基地，连带着损失了宋如玉这个天才，他一定会震怒的。吴书童心下更慌，赶紧问道：那怎么办啊，祖爷爷？我也实在是力有不逮啊。这些天我一直都在尼日利亚，寸步不敢离开，可我手底下的实力你也是知道的，真正的修士没几个，而且实力段位也都比较低。那神秘人实力强大，四大伯爵都奈何不了他，我这手底下也完全没有能抵过他的人。无论他去尼日利亚之外的哪个驻地，结局都是一样的。吴天林问他：你麾下的驻地，按理说要严格执行保密计划，不得对外泄露任何线索，可为何还是会被他找到？单凭这一点，就能治你一个重大疏忽的罪过。吴书童哭着说道：祖爷爷，这不能怪我啊，那人神通广大，我就算再小心，也肯定瞒不过他啊。说着，他有些惊慌地问道：对了，祖爷爷，如果对方早就知道尼日利亚是个陷阱，那他会不会已经在暗中监视这里了？三大长老眼下都在这儿，万一被他们盯上，那岂不是后患无穷？吴书童心里咯噔一下，脱口道：坏了，这下搞不好就太被动了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请示英主。